如果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颗星体，但它不属于这个太阳系，它来自恒星之间的黑暗缝隙，速度异常，行为反常，甚至散射光的方式地球从未见过。科学家称它为 3I-Atlas， 这是6年来第3位造访太阳系的星际来客。但越研究它就越陌生，它到底是什么？本集我们为您讲述这位神秘天体的故事，一颗正在挑战天文学认知极限的星体。为什么 3I-Atlas 这位刚刚闯入我们太阳系的星际访客，反而在被关注的越多，被观测的越频繁之后，却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越来越让科学家们和大众摸不着头脑呢？也许您还没留意到，最近我们的太阳系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颗来源神秘、行踪迅疾的彗星。它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天文学家的注意，更让大众为之振奋，仿佛宇宙正在悄悄揭开一角神秘的面纱。2025年7月初，一则来自南半球的观测消息震动了整个天文界。 NASA 资助部署在智利高地的阿特拉斯巡天望远镜，原本是用来捕捉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跨越星际空间而来的陌生物体。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 3I-Atlas 的彗星。它的到来几乎是毫无预警的，仿佛是从星际深处闯进我们后院的陌生人。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全球的天文学家们就像被按下了启动键，迅速联手展开了一场跨国界、跨机构的信息搜集竞赛，为的是弄清楚这颗6年来首个闯入太阳系的星际来客究竟是何方神圣。研究论文、科学简报、网络争论接踵而来，就连普通公众也被他神秘的背景和奇特的行为所吸引，掀起了一波关于宇宙来客的热潮。然而，在铺天盖地的新闻、社交平台的热议，以及一波接一波的推测背后，我们到底真正搞清楚了多少关于 3I-Atlas 的事实？哪些是确凿的科学发现？哪些又可能只是捕风捉影的揣测？当我们细读各类报道时，一个重要问题浮现出来：关于 3I-Atlas 的各种说法，有哪些是源自天文望远镜实打实的数据？又有哪些更像是披着科普外衣的幻想小说情节？在信息泛滥的今天，辨别真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那为什么说，随着我们对它的了解似乎越来越多，这颗星际彗星反而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呢？是不是有某些它独有的特性，让它超出了我们过去观测过的任何一个彗星的认知范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带您逐层拨开信息的迷雾，从最权威的观测数据出发，为您提供一份关于 3I-Atlas 的最新情报。这不仅是一次科普更新，更是一场试图解锁星际谜团的深度探索，告诉您这位星际来客到底为何如此与众不同。不管您是否认同那些争议性的理论，这颗彗星所引发的全球科学界反应，毫无疑问地展示了一个事实：科学并非枯燥冷冰的象牙塔活动，而是充满热情、迅速响应、追逐未知的动态探索过程。每一次新发现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点燃研究热情。举个例子来说，在今年7月，也就是它刚被发现的那个时候，关于 3I-Atlas 的科学文献仅有4篇发表，这说明当时我们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只能凭最初的观测数据进行猜测。可短短2个月之后，到了9月初，关于它的研究论文数量就飙升到了将近70篇。这种爆炸式的增长速度，在天文学界是极为罕见的，足见这颗彗星激发了多大的科研热情，也说明它本身确实具备
足够吸引科学家深入研究的特殊之处。这不仅仅是数量的变化，更意味着我们对 San Atlas 这颗星际彗星的认知经历了一次集体飞跃。新的观测、新的计算模型和新提出的理论正在逐步替代早期的猜测，拼凑出一个更清晰的宇宙拼图。不过在我们深入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发现和数据分析之前，让我们回到起点，回顾一下这颗神秘彗星最初是如何被发现的，它是如何悄悄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并点燃全球关注的。San Atlas 这个名字并非随意而来，其中的3 A 代表着它是继奥莫莫和鲍里索夫之后第3个确认进入我们太阳系的星际天体，而 Atlas 则是为了纪念那台发现它的望远镜，全名为阿特拉斯小行星撞击预警系统。因此这颗彗星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它的2位星际前辈进行比较。2017年悄然掠过太阳系的奥莫莫，以及2019年亮相的鲍里索夫彗星，这3者成为目前为止人类亲眼目睹过的仅有的星际访客代表。不过相比于奥莫莫和鲍里索夫， San Atlas 拥有更惊人的特性，它以每秒58公里的高速穿梭于星际空间，这种速度让它成为目前观测到的最快的星际物体之一。同时它的年龄也更加古老，科学家估算它可能在30亿到110亿年之间，是货真价实的宇宙古董。自从 San Atlas 首次被纳入全球科学视野之后，全球多个天文观测站、空间望远镜便迅速投入了大量观测时间，对它进行长时间、精细化的数据收集。正是这些不间断的努力，让我们一步步揭开了它神秘面纱的一角。这颗彗星自从被记录在案之后，几乎立即成为了天文界的明星级嘉宾，甚至让2台平时日程排得满满的世界顶级太空望远镜哈勃和詹姆斯·韦伯都破例调整观测计划，优先转向追踪它的轨迹。要知道，能排上哈勃望远镜的观测时间绝非易事，科学家们往往需要提前数月递交详尽的研究提案，经过专家组严格审核，才有可能获得哪怕短短几分钟的使用权，可见其资源之宝贵。不过幸运的是，哈勃望远镜每年都会预留出部分紧急窗口来应对突发天文事件，也称作机会目标。San Atlas 正好符合这一标准，因此它得以免去排队，直接获得宝贵的观测时间，就像一位临时出现在舞台上的神秘嘉宾，被立即请上前台亮相。可以说，这一次的快速决策绝对物超所值，因为从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图像中，我们第一次以如此高清的视角目睹了一颗真正来自星际深处的彗星，其所提供的数据与细节远远超过了传统地面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水准。就在7月21日，哈勃望远镜成功捕捉到了一张意义非凡的照片。那一刻， San Atlas 正漂浮在距地球约 4.46 亿公里的太空中。这张图像不仅记录下了彗星的运动轨迹，也清晰显示出它身后拖曳的尘埃尾巴，揭示了它正经历的剧烈变化。在这张图像中，背景中那些被拖成条纹的横行轨迹不仅令人赏心悦目，更直观反映出 San Atlas 移动速度之快。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汇合周围正释放出一束数类珠状的尘埃流，就像一位高速穿梭的旅者，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闪光的痕迹。凭借哈勃强大的成像能力，
科研人员还得以估算出这位访客的核心尺寸，尽管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目前的测量结果显示，它的直径可能介于440米到 5.6 公里之间，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它本体规模的第一手线索。有趣的是，这个数字比最初估计的要小得多，因为起初科学家以为彗星反射的光几乎全部来自汇合本身，但现在看来，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亮度是由周围包裹的挥发，也就是气体和尘埃云所产生，这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对其体型的判断。不过好消息是，随着最初的数据处理完成，早期的观测尘埃逐渐落定，科学家现在可以以更高的分辨率、更精准的工具对它进行2次甚至3次观测。未来几个月内，我们有望进一步收窄误差，准确锁定它的真实大小和质量。除了哈勃之外，另一位重量级选手也迅速加入了战局，那就是目前观测能力最强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它的高灵敏红外探测能力使它在研究类似3Atlas 这种暗淡远距离的彗星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2025年8月6日，在天体化学专家马丁·科德纳的带领下，研究团队首次利用韦伯望远镜上搭载的近红外光谱仪对3Atlas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希望通过解码它喷发出的气体成分来揭示它在诞生之初究竟形成于宇宙哪个角落。他们的发现令人振奋。3Atlas 的挥发结构极其复杂，其中包含了多种元素与分子，而这些不同的化学物质正通过各自独立的通道向太空释放，说明这颗彗星存在多种并行的喷气模式，其内部结构远比我们以往认知中的彗星复杂得多。从初步的光谱数据显示，当前阶段彗星喷发出来的主要是挥发性较强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这意味着它仍处于远离太阳的冰冷地带。但科学家也推测，随着它继续向太阳靠近，水冰开始升华时，这种气体主角的座次或许会发生转变，通常彗尾都是背向太阳延伸，这是因为阳光与太阳风共同将喷发物质推离汇合。但在3Atlas身上，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在朝向太阳的一侧也释放出大量尘埃。这种反常现象引发了科研界极大的兴趣。原来，这些被释放出的尘埃颗粒在距离汇合稍远处会发生破裂，形成大量微小颗粒。这些细小颗粒反射阳光的能力更强，进而让彗星看起来更亮，甚至在某些角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光辉效应。科学家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一异常现象可能是由于彗星内部喷出的高浓度二氧化碳在起作用。这种强力气体喷射如同迷你火箭，把原本附着在汇合表面的尘埃远远推开，形成了一层又一层远离核心的发光尘云，让它在望远镜下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明亮和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哈勃与詹姆斯·韦伯， NASA 还有其他望远镜也悄悄加入了对这颗星际彗星的关注行列。像是 TASS 这样的系外行星猎手，虽然它的本职工作并不是追踪彗星，但也意外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台名为凌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的设备，自发射以来就承担起了一个宏大目标，绘制整片天空，搜寻可能拥有地球类行星的恒星系统。它已经运行超过7年，并成功识别出数千个候选星球，是现代天文学的一大功臣。
TASS 配备了4台高灵敏度的广角摄像头，每台都以90度乘24度的视野捕捉宇宙图像，等于说它像摄影扫描仪一样，不断地对天空进行地毯式搜索，在庞大的数据中筛选出那些有可能存在行星系统的亮星区域。而事实出人意料， TASS 的高分辨率和高拍摄频率使它在副业方面也表现不俗。它同样可以记录太阳系内的小型天体，比如彗星或小行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地面望远镜捕捉的还要早。有趣的是，虽然 SunEyeAtlas 的正式公告是在6月14日，但后来科学家们翻阅 TASS 数据后发现，这颗彗星其实早在这个日期之前就已经潜伏在数据中，只是当时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们成功重建出一幅清晰的早期活动图，让这段本应错过的宝贵数据得以复活。借助这些来自 TASS 的早期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得以回头检验此前对 SunEyeAtlas 轨道、亮度和活动性的估算，并且有机会从中挖掘出此前尚未注意到的行为模式，等于重新打开了一本宇宙日志，从第1页开始复查。到了9月11日，一项基于这些早期 TASS 图像的数据分析终于发表，研究人员首次系统性地测量了彗星在5月至6月间的亮度变化，为我们提供了 SunEyeAtlas 活跃程度的时间序列线索。在分析过程中，科学家们注意到某一台 TASS 探测器所记录的彗星平均亮度与其他机构通过不同方式得出的估计值高度一致。这种交叉验证结果提升了整体测量的可信度，也说明数据背后的物理过程是真实存在的，而非偶然误差。然而，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都按常规剧本进行时， SunEyeAtlas 突然在亮度表现上来了个出格操作，它的行为与模型预测大相径庭，这让天文学家们眼前一亮。这颗彗星似乎比我们预想的更加活跃，更加不按套路出牌。根据轨道计算，彗星在5月7日至6月2日这段时间里，与 TASS 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大约 0.9 个天文单位，相当于它在接近太阳的同时，也正好靠近了观测位置。理论上，这会带来亮度的适度提升。基于这一距离变化，研究人员起初预测，它的亮度应该呈温和增长趋势。更接近太阳意味着受到更多照射，理论上它将反射更多阳光，使得我们从地球方向观测到的光强变大。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根据测算，彗星在此期间所反射出的光通量应增加约 1.5 倍，换算成天文学中的亮度单位视星等来看，也就是大概从21级提升至 20.5 级，属于预期范围内的平稳增长。但实际观测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彗星的亮度增长远远超出了预测，仿佛它突然启动了某种增强模式，在短时间内点亮了整个周围空间，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复杂的物理机制。最终 SunEyeAtlas 的实际视星等飙升至 19.28 级，远高于预期值 20.5。 这种亮度提升幅度相当惊人，足以说明它在那段时间释放出大量额外物质，或许还伴随着暂时性的结构变化。换句话说，彗星的实际反射光能量比原先估算的多出了将近5倍，而不是理论上的 1.5 倍。这种骤然激增表明其活跃度远超科学家的初步判断，也可能意味着它在靠近太阳的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升华爆发，或内部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更让科学家放心的是，
来自 TRAPPIST North 和 TRAPPIST South。这2台分别位于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地面望远镜，也独立观测到了类似的亮度数据。研究团队还特别强调，他们在多次校验之后，确认这些数字并非计算错误，而是真实现象的直接反应。换句话说，3 Atlas 释放出的能量之强，已经完全打破了人们对一颗远距离星际彗星的沉睡印象。它并非像先前认为的那样刚刚开始活跃，而很可能早在更遥远的轨道上就已启动了内部生化机制，持续喷发尘埃和气体，只是直到现在才被我们识别。通过将这些观测到的亮度数据与哈勃望远镜推测出的汇合尺寸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人员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3 Atlas 可能早在离太阳还有6个天文单位那么远的地方就已经开始活跃喷发。这种行为在已知彗星中是非常少见的，而这个距离恰好已经接近彗星通常开始初期的临界点，因此科学家们推测，它可能释放的不只是常见的水蒸气，而是更为罕见、更易挥发的分子，比如氮气、甲烷甚至氢气等低温下也能快速生化的成分。这也解释了它为何如此活跃。在分析它的光变曲线，也就是亮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时，科学家们注意到它的变化幅度要比2017年的奥摩摩平稳得多，这暗示着彗星表面的反光性更加均匀，可能意味着它的形状更接近球体，或者表面覆盖着一层均质的尘埃层。科学团队进一步利用 TASS 和其他望远镜的数据交叉验证光变曲线，得出的结论再次印证了之前的猜测。这颗彗星在旋转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明暗变化，说明它的反射特性异常稳定，与多数彗星的忽明忽暗不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光变曲线缺乏明显的起伏特征，科学家们很难从中提取出彗星旋转的规律性，也就无法精准地确定它的自转周期，仿佛这颗星际访客用一种低调而隐秘的方式隐藏了自己的节奏。虽然他们在数据中勉强提取出2个可能的周期性信号，分别是约每29小时和每16小时一轮的亮度波动，但整体信号非常杂乱，噪声较高，加上3 Atlas 本身非常暗淡，导致这些初步发现缺乏足够的精度和信心支持。所幸的是，后来有几组地面天文团队独立使用高灵敏度仪器进行观测，最终成功证实了大约16小时这一自转周期。这一发现为科学家进一步模拟它的3维形态和旋转方式提供了关键支撑，让我们终于能一窥它在宇宙中翻滚前进的真实姿态。除了轨道上的那些天眼，地面上的望远镜网络同样没有错过这颗星际访客的身影。毕竟彗星在进入内太阳系后逐渐变得更加明亮，也逐步进入了地面观测设备的视野范围。2025年8月27日，位于智利的双子座南望远镜也加入了观测行列。研究人员使用该望远镜配备的多目标光谱仪，以多波段颜色对3 Atlas 进行了成像处理，不仅捕捉到了可见光下的尘埃结构，也揭示了它喷发物质的组成线索。让人惊喜的是，这次拍摄获得的图像相当清晰，不仅能看到彗星中心那团稠密的彗发，还首次让我们得以目睹它那条横跨天际的彗尾，就像一条淡绿色的丝带，在夜空中舒展开来，格外引人注目。经精确测量，这条彗尾在天空中的投影角度大约是 0.0009 度，
也就是天文单位中的1至1120度。乍一看数字不大，但与7月初北半球观测时的记录相比，它已经显著增长，说明彗星进入太阳系深处后，活跃程度迅速增强。这一现象无疑进一步证实了一个趋势：随着3I Atlas 逐渐逼近太阳，它的活动也愈发剧烈。这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剧烈的气体喷发、尾巴延伸，甚至结构变化，等待我们去捕捉。是研究的黄金窗口期，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在它于10月30日抵达近日点之前，那条已经不断延长的彗尾到底还会再伸展多少。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在夜空中划出一道足以惊艳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光带。与此同时，在整个8月份，天文学家们也抓住机会，对3I Atlas 的光谱进行了多次采样。这些数据为理解它内部的化学构成，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一次由迭戈波塔莱斯大学主导的观测活动中，天体物理研究所 IEA 华裔副教授杨斌在彗星光谱中的晴极波段，他发现了明显的发射风，这意味着3I Atlas 正在向太空中释放氰化氢等含氮分子，为我们描绘出它喷气成分的另一面。一般来说，当彗星中的水冰在阳光照射下升华时，会同时释放出氰化氢分子，而这些分子在宇宙中的紫外辐射作用下，又会进一步被分解为氢基等更小的部分。这一过程正是彗星化学活动的一个典型标志。有趣的是，这种释放氰化物的现象通常出现在彗星离太阳大约 2.5 到3个天文单位的距离，而3I Atlas 现在正好就处在这个关键区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在近期的光谱中出现了清晰的氰化物特征。随着更多天文台陆续公布观测结果，科学界也逐渐达成共识，那些原本难以察觉的氰化物发射信号确实在过去几周里持续增强。这不仅说明彗星越来越活跃，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揭开它化学结构秘密的最佳时机。根据9月初的一项研究论文，科学家们估算，当3I Atlas 靠近到距离太阳大约3个天文单位的轨道时，它每秒钟释放出的氰化物分子数量高达800千万亿，也就是8乘以10的23次方。乍一听是个天文数字，但这实际上在彗星圈中还算保守释放，在已知的彗星中属于偏低水平。在进一步分析挥发中二碳分子 C2 与氰化物 CN 的比例之后，研究人员发现3I Atlas 的二碳分子含量极低，远低于多数彗星的常规水平，因此被列为碳链最贫乏的彗星之一。这说明它在形成之初的化学环境与太阳系的彗星有很大不同。那么这种碳链贫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只是成分上的偶然差异，还是隐藏着某种深远的宇宙线索？所谓的碳链浩劫指的是，当彗星的彗发或彗尾中缺乏像 C2 二碳分子或 C3 三碳分子这样的长链碳分子时，就被划入这一类别。它通常意味着彗星的材料源头在早期星云中缺少负碳的环境条件。这种成分特征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彗星进行分类，更关键的是，它或许能追溯到它们在诞生时所处的宇宙环境，是在寒冷的边缘星云，还是在缺乏复杂有机分子的区域。这些化学标签正在帮助我们描绘它们的生命起源图谱。在精细测量二碳分子与氰化物的比例后，科学家推算出
每当 3Atlas 释放出一个羟基分子时，仅伴随不到 0.09 个二碳分子，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任何长链碳物质可以喷发。这种极端的碳链浩劫，使它成为研究星际成分差异的绝佳案例。令人玩味的是，2019年发现的另一位星际访客——鲍里索夫彗星，同样展现出了碳链贫乏的特征。这种重合让科学家开始猜测，也许在星际空间中，彗星的化学组成存在某种共同的成分模式，反映了它们诞生于某类独特星云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推论目前仍然停留在假设阶段，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实际观测到的星际彗星样本仍然屈指可数，仅3例的数据远远不足以得出统计学上可靠的结论。科学家对此也保持谨慎态度，避免陷入样本偏差的陷阱。但无论如何，这颗彗星接下来依然值得我们密切追踪，因为随着它逐步靠近太阳，其内部的水冰、二碳化合物，甚至更复杂的分子结构，都有可能进入活跃状态。届时或许会带来一次成分上的大揭底，甚至有可能触发汇合裂解这样的剧烈事件。就如著名天文学家卡林·米奇形容的那样，这类彗星本质上就是一团由尘埃和冰构成的脏雪球，结构松散，内部压力一旦无法平衡，极容易发生爆裂或断裂。而这样的自然分裂常常也是揭示它们核心成分的最好机会。一旦发生裂解或剥落，原本深藏在内部的原始物质就会暴露在阳光下，高能辐射将迅速引发生化反应，喷射出新的气体和尘埃，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观察视角，就像一场宇宙内部爆破演示。更令人兴奋的是，最近科学家们还迈出了新一步，他们不只是分析这颗彗星发出多少光，而是开始探究它如何改变光的偏振方向，从而揭示出彗星尘埃的微观物理特性。这对理解其结构至关重要。9月5日，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正式发表，文中公布了对3Atlas 的首次光偏振观测结果，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对星际物体进行此类测量。第一次则来自2019年的鲍里索夫彗星，堪称星际极化研究的又一里程碑。所谓偏振测量法是一种借助光波偏振状态变化来反推出天体表面和周围粒子物理性质的技术，尤其适用于揭示彗星尘埃颗粒的尺寸分布、粗糙程度、表面风化层和气体流结构等。这些细节是传统成像手段难以捕捉的。通过联合分析来自智利、加那利群岛和保加利亚等地望远镜的数据，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3Atlas 的偏振行为展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特征，使它在一众彗星、小行星甚至其他星际访客中都显得与众不同，为它的独一无二又添一笔。在具体测量中，研究人员记录到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3Atlas 展现出了一个异常深且窄的负极化分支。这种表现以前从未在类似天体中被观察到，仿佛它的尘埃与光的互动方式与我们熟悉的规律背道而驰。虽然负极化听起来不那么惊天动地，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却极为重大。这说明3Atlas 中尘埃粒子对光的散射方式与太阳系内任何一颗已知彗星或小行星都不一样，它似乎在用一套我们未曾了解的规则与宇宙互动。更重要的是，这一特征也让它与2019年的鲍里索夫清晰地区分开来。
后者呈现出的是典型的正偏振模式，而 3Atlas 则表现为明显的负偏振，意味着它可能属于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实物数据支持的全新小天体类型。为方便理解，这里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当光线照射到太空物体时，其表面和周围的粒子，例如尘埃或气体，会改变光的传播方向，形成不同角度的散射。这种散射过程决定了我们在地球上如何看到这个天体的亮度和颜色。这种由光散射方向变化产生的现象就叫做光偏振，而科学家们可以通过特殊的望远镜设备对其进行测量，从而获取关于天体表面物理结构的间接信息，成为现代天文学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科学家们在分析光偏振时，特别关注所谓的散射平面，这是一条从地球观察者到彗星，再延伸至太阳所形成的想象中的平面。通过检测偏振方向是垂直于还是平行于这个平面，他们可以判断尘埃粒子是如何影响光线的。垂直即为正偏振，平行则是负偏振。每种模式都透露着天体内部的秘密，所以当 3Atlas 展现出这种深而窄的负偏振分支时，科学家们意识到，这说明彗星表面的尘埃极可能在非常局部化的区域内，以极高效率将光极化成沿着散射平面方向传播的形式。这在物理模型中极为少见，也可能暗示其尘埃结构的极端细致或特殊成分。类似的偏振现象过去只在极少数遥远的天体中被记录过，比如某些海王星轨道外的天体以及半人马族小行星。但即便如此， 3Atlas 所呈现的极化强度与形态仍显得尤为独特。至于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目前仍是悬而未决的谜团，有待后续深入观测与建模。当然，如果你以为 3Atlas 的热度只是科学圈内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颗彗星不仅在研究所引起轰动，在普通公众和天文爱好者中同样掀起了一波观测热潮，成了全球夜空摄影者追逐的焦点。天文学从来不仅属于实验室里的专家，它也是属于所有仰望星空的普通人的学科。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完美地说明了科学探索与大众参与之间可以如此自然地融合。在9月7日至8日之间，天空上演了一场难得的天文盛宴，一次跨越多个时区的月全食，也被称为血月，为全球无数仰望者带来惊艳画面。许多望远镜都对准了这轮逐渐染红的月亮，准备捕捉它穿越地球阴影的全过程。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这样的天象总是绝佳的拍摄时机，望远镜和相机纷纷出动。但就在这次拍摄热潮中，有人将镜头从血月挪开，意外捕捉到了另一位夜空主角，发出绿色光芒的 3Atlas。 来自奥地利的天文摄影师迈克尔·耶格尔与杰拉尔德·雷曼在纳米比亚的漆黑夜空下拍摄时，无意中记录到 3Atlas 展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绿色辉光。这种颜色在夜空中极为罕见，令人一眼难忘，也瞬间在爱好者圈子引发热议。虽然这种绿色目前尚未获得权威机构的正式确认，但我们知道，太阳系中的彗星如果在释放二碳分子时，这些分子会在阳光照射下于大约580纳米波段发出绿光，这就是我们肉眼或相机中看到的绿色彗星现象的物理基础。不过矛盾也随之出现。按理说，绿色荧光表明存在二碳分子，可偏偏 3Atlas 被归类为碳链浩劫型彗星，它的二碳分子含量极低，
从理论上讲不应该释放出足以让我们肉眼识别的绿色光芒。这一现象令人困惑，因此有人提出，也许是3I Atlas 最近几天经历了某种物理变化，激发了更多二碳分子的释放，才短时间内呈现出绿色。但这一点目前还缺乏实证支持，仍需更多光谱观测与对比数据才能揭开真相。不管原因为何，这张捕捉到绿色彗星的照片确实令人惊艳，也再次唤起了人们对这颗星际来客的关注。专业科学家与业余天文爱好者纷纷加入解谜行列，试图搞清楚这抹绿色究竟是自然变异还是另有玄机。说到这里，关于3I Atlas 的科学发现和观测结果已经相当丰富，但在过去几个月的媒体报道中，还有一个话题异常火热，虽然争议巨大，却无法忽视，那就是这颗彗星到底有没有可能与外星技术有关。您可能已经在新闻标题中看到过这个名字，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他因为不按常规出牌的宇宙观而闻名，而在3I Atlas 的报道中，他也频繁现身，提出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勒布教授是哈佛大学的资深科学家，出版过多本关于宇宙生命和星际旅行的著作。他在科学界既有粉丝也有反对者，因常常跳出传统框架，提出外星科技可能性等非主流假设，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最近，他对3I Atlas 表现出强烈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痴迷，并围绕它提出了多个与主流研究方向不同的推论。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了学术圈的广泛讨论，也引来了不少媒体的热议和公众的猜测。早在7月彗星被发现不久后，勒布就公开发表评论。最初他的分析还是在传统天文学的范畴内，包括对轨道参数、大小估算和进入速度的解读，一切都中规中矩。但很快，勒布在论文中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根据当时的估算，3I Atlas 的体积实在太大，不太可能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行星，尤其考虑到它是从星际空间而来，如此大块头闯入太阳系，在概率上几乎微乎其微。当时的初步测量认为，这颗彗星的半径可能达到10公里左右。这样一来，它的总体积和质量将比绝大多数已知星际天体都要大出几个数量级。勒布由此指出，如果这些初步估计属实，那3I Atlas 的质量可能比我们目前对星际空间中漂浮物体的平均值高出太多。这样的巨物在现有宇宙模型中很难解释其来源于演化路径。根据当前人类对星际空间中漂浮物体的密度和分布的理解，这样一个尺寸巨大的天体出现在我们太阳系，本应是极为罕见甚至不太可能的事件。它的轨道、速度和体积的组合，简直就像是宇宙开了一个玩笑。在面对这个悖论时，勒布尝试了2种可能的解读：要么我们最初的测量误差很大，彗星其实远比预估的小；要么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更激进，但也更吸引眼球的假设，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天体，而是一种某种形式的外星技术产物，比如一个星际探测器。仅仅几天后，勒布和他的合作伙伴再度发声，直接提交了一篇新论文，标题大胆直白，几乎像极了科幻小说的开篇问题。没错，论文标题就是星际物体3 Atlas 是外星技术吗？这毫不含糊地把焦点拉向了一个公众最感兴趣但科学界最为谨慎的话题：我们是否遇见了非人类制造的物体？与首篇论文中那种点到为止的试探式论述不同，
这篇新作显然将外星可能性作为核心论点加以分析，彻底把这个争议性的假设搬到了台前，也由此引发了一轮新的争论浪潮。在这篇论文中，勒布不只分析了 San Atlas 的轨道和物理行为，他还尝试用逻辑推演来判断它是否拥有某种科技属性，甚至考虑其是否可能是有意或无意进入太阳系的探测装置，并提出了它是否可能带有敌意的假设。当然，这种思考更偏向思想实验。为支撑这种推测，论文中还引用了著名的费米悖论：如果宇宙中存在那么多智慧生命，为什么我们从未见到它们？为此，他们引入了黑暗森林理论作为可能的解释模型。所谓费米悖论，是由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提出的一个经典问题：在宇宙中拥有数以亿计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很多甚至比太阳更古老。那么，为什么我们从未接收到外星文明的明确信号？它们到底在哪里？黑暗森林理论则进一步假设，宇宙中的智慧生命彼此间都像潜伏在黑暗森林中的猎人与猎物，谁先暴露自己，就可能遭遇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每个文明都刻意保持沉默，以免引来潜在威胁。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外星人始终没有亮相。当然，勒布也强调，他和团队提出这个设想并非真的相信San Atlas 就是外星飞船，而是作为一种思想实验，一种探索性教育工具，希望借此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并让我们思考，在面对真正陌生的宇宙现象时，我们应如何从多角度看待它们。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在论文中到底是如何论证这个外星技术可能性的，又有哪些观点值得我们去理解、去思考，而不仅仅是一笑了之。论文开篇仍坚持一个核心观点：San Atlas 的早期体积估计太大，不太可能是一颗普通的自然形成小行星。但勒布也承认，任何新天体的尺寸评估都有可能随着更多观测和数据分析而发生变化，因此保持开放态度是必要的。勒布也承认，在科学上过早地喊出外星人并非严谨之举，他主张在数据足够完善、观测误差排除之后，再来评估是否存在智慧生命的迹象，否则很容易误导公众，甚至干扰真正的科学研究。眼下San Atlas正暂时远离我们的观测视野，但全球科学界对它的兴趣和研究热情却丝毫未减。新的论文、数据模型和理论分析几乎每天都在产生。彗星可能看不见了，但它的科学故事仍在迅猛推进中。按轨道预测，San Atlas将在10月30日抵达今日点，也就是离太阳最近的位置，距离约 1.4 个天文单位。但可惜的是，它此时与太阳角度太近，将淹没在阳光中。我们将暂时无法通过常规望远镜进行观测。不过不用担心，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日照隐身期。到了12月初，它将重新从太阳背后归来，届时我们将再次有机会对它展开追踪，并进行新一轮的深入分析。值得期待的是，届时包括 NASA 的 SOHO 太阳与日光层探测器，今年不久前新晋升空的 SPHERX 任务，还有 Maven 火星探测器在内的多项任务，甚至是哈勃、詹姆斯、韦伯和双子座天文台等现役望远镜都有望继续提供宝贵数据，确保我们不错过这场宇宙级的科学盛宴。当 San Atlas 从我们的望远镜中谢幕退场时，他没有留下尘埃落定的结论，反而丢下了一串悬而未解的问题。
让全世界的科学家继续追寻和求证。比如，当它真正冲向近日点时，它是否会经历新的活跃爆发，喷发出更多气体与尘埃？是否会像其他脆弱的彗星一样发生结构破裂？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它的汇合是否稳定？能否承受太阳引力与高热带来的巨大应力？还是会如奥尔特云中的某些彗星一样，在靠近太阳时突然分裂成碎片？这颗彗星从星际深空漂流到太阳系，用了多久？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还是更久？它穿越了哪些星际区域？这些轨迹目前还只是基于模型的推演，尚无定论。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它的轨道和化学成分，反推出它诞生的星系或恒星系统？或者它是来自某个我们尚未识别的星际空间暗带？它的身世依旧神秘。要解答这些问题，是一场与时间、精度和观测机会的赛跑。但全球的天文学家并未退缩，反而像这颗彗星一样全速前进。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我们会收获新的惊喜，甚至重写关于星际来客的科学定义。归根结底，3 Atlas 的秘密藏在庞大的观测数据和微小的数值波动中。只有当科学家们在这些复杂信息中提取出清晰模式，我们才能逐步拼出它的真实面貌。这意味着，我们要分析上千小时的光谱、影像、偏振和轨道数据，要从中寻找微妙的趋势和线索，再用实验证据反复检验每一个假设。这正是现代天文学的工作日常，也正是科学令人着迷之处。感谢您一路陪伴我们追踪这位神秘的星际访客，从探链浩劫到富集化奇观，从哈勃与韦伯的深空凝视，到一张意外捕捉到的绿色照片。3 Atlas 留下的不只是科学数据，更是一次直面未知的宇宙对话。它的旅程仍在继续，而这只是序章。接下来几个月尤为关键，它将穿越近日点，逐步退场，而我们也将在光谱与尘埃中继续拼出它的真实身份。如果您希望第一时间掌握进展，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会持续追踪，随时带来最新科学消息。